先讲这个知识星球更新的案例思路，大家都看了吗？如何感觉到自己翻车？知道自己会翻车的扣个2。看了，我猜大部分同学看到，哎呀，都逆位又不好就翻车了，这是很多同学翻车的原因。对，然后当时更新那个案例也是因为感觉到，大家如果看到这种案例指定翻车，这个案例就是告诉大家你们之前的思路是错的原因。包括今天群里有个同学在说没有土元素不能落地这件事情，就按照他这么说，这个案例他能翻死，因为你们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还是没有改过来，但是呢也需要一个过程吧，就是大家还是在解牌，不是在解案例。什么是解牌？什么是解案例呢？我之前给上课的时候，我记得是上101的时候吧，我给大家举过一个案例，就是关于坐摆渡车这件事情。我说，因为我很讨厌在机场坐摆渡车嘛，所以我每次航班我想起来我就会抽，说这趟航班要不要坐摆渡车？这个案例大家记得吧？然后当时呢，抽的那个案例呢，就是要不要坐摆渡车，抽到的是宝剑骑士政委。什么是解牌？什么是解案例呢？解牌就是宝剑骑士骑交通工具，要坐，这就是你们的解牌，发现了没有？这是你们的思路。你们想想是不是？就是不管这个背景是什么，牌面宝剑骑士要坐公交车，要坐交通工具，那就是要坐摆渡车，对吧？这是你们的思路。可是你们完全忘了，要不要坐摆渡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坐摆渡车很久很麻烦。所以要不要坐摆渡车？我不想坐，就是因为它太久太麻烦了，对吧？宝剑骑士，所以在这里要的是快。在这个问题背景下，意味着要快，所以在这个时候，宝剑骑士不是取交通工具，起的是这张牌它速度很快，所以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 OK， 那不用做，因为我很快就会到了，就速度很快，不需要我坐交通工具，就不需要坐摆渡车，因为它很快，它不需要。这是这个背景下宝剑骑士贴合背景的解读，这叫解读案例，这个大家能听懂吗？解牌跟解读案例是不一样的。好，听懂的扣个1。我觉得你们很多时候都是停留在解读牌面，牌面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完全不关心背景，也不关心问题。这个是你们经常翻车或者不会解读的原因，因为想破脑袋了，牌面就是这样，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在牌面背后，你要怎么去分析跟这个背景的贴合，大家是没有关注的。发现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好像说，哎呀，就是所以你们如果说只是解牌，不是解案例，它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解牌不解案例，除了翻车，就是你们很多时候停留在解牌，但是不分析案例的需求，不分析案例的切入点。大家觉得会最容易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想。还有呢？大家想想，自圆其说，思维变窄。对，其实最主要是思维变窄。你们就是如果让你们解案例，大家就会变成说啊，好难啊，塔罗要发散。但本质上它不是发散，它是一个贴合问卜者的角度去理解牌面，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我这样跟你们讲的，任何问题你们都这么解，也就意味着你们没有解啊。这句话有点抽象。任何问题出现这个牌面，你都这么解读，你想想是不是意味着你根本就没有解读？因为你的任何解读都没有针对性。这就是大家现在解读会，尤其在103的时候最容易面临的特点。对，就是套公式啊等等。所以大家学到103了，你们要最先抛弃的一个点就是你们会觉得说塔罗有公式或者没有，你们哪怕找我答疑答破天了，我也跟你说没有公式，明白吗？就是不要套牌意。这是一个。第二个点呢，就是我发现大家真的很不爱分析，也不是不爱吧，可能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需要去锻炼的其实就是分析背景。其实这是我们案例课的重点，说过很多次，但是我发现大家还是习惯性解牌，解案例其实就是多一个分析背景的过程。好，然后回到这个案例，就是我前面讲的关于说所谓的不要看就是看到牌面给结论，因为否则任何问题出现这个牌面，你们都给不行，都给不能，都给不成，对吧？任何问题
你们的惯性就是只要这个盘面就是 no， 只要这个盘面就是不 OK， 那等于你们没有在解读案例，你们在解牌而已嘛。现在这个概念大家听懂了吗？好，听懂的扣个一。这个大家听懂了吗？好，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背景，能不能拿到美国的 offer？下面3张是无牌阵，上面是整体发展的建议。不要再问我说上面这张牌算不算进元素了，就是我会算进来，你们算不算看你们自己，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建议和发展不会单独存在。然后呢，问卜者是艺术生，口语分数已经过了，也全部申请完毕，就是在等 offer 的情况。只有到这个情况了，他才几乎是等结果嘛，对吧？分别申请了3所美国学校和3所英国学校，已经拿到1所英国学校的 offer 了，也就是他有保底了。现在还没拿到美国那边的学校，很着急。而且这个女生她自己是想去美国的学校的，所以她来问能不能拿到1所美国，就是她能不能拿到美国学校的 offer。然后她说有一个学校说会录取她，但是迟迟没有给她发 offer， 也迟迟没有给她答复。就是口头上的可能那种说会录取他，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文件，然后他也很着急，所以他就来看说他到底能不能拿到美国的 offer。然后出现是这4张牌，右下角这张呢，大家还记得我补的牌是什么吗？大家还记得我补的牌说的是什么吗？不是说都看了知识星球吗？因为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补牌的知识点。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在牌面原有的信息基础上补牌，因为它会非常冗余。大家还记得皇后逆位补的是什么吗？是不是此时此刻都打开了知识星球？不是，你是不是没看？阿花是不是没看？阿花是不是没看或者漏了？发 offer 的情况就是我在整体的运势上面对3个美国学校，哎，不对吧？我看一下，是我自己我记错了吗？难道是难道是小花说的对吗？啊，对，我就说我没记错啊，看了忘了。是整个学校发 offer 的情况，其实我基本上已经，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会发，我只是想帮他看具体什么时候发，发到什么程度啊等等，然后补的一张牌。按照这个情况下，大家想想，这个问卜者他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已经有一个 offer 了，美国学校有一个说也会给他offer，只是没有下官方的。在这个背景下，大家分析这个个案的情况，他其实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或者他的牌面需要什么样的能量？大家想想。推动，对，还有呢，突破，是的，推动、突破、变动对他来说是好的，对不对？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学校的 offer 迟迟不肯下来，所以他反而需要变动的能量。如果一直是稳稳当当的能量，对他来说可能就会一直延迟，可能最后也能给他，比如说很重很重的土元素，可能也能给他，但是呢，不会来的这么的意外。又或者不会来的这么的迅速，或者这么突然。你们去看他，其实最后给我的反馈，2个学校下 offer 的时间中间只隔了4天，所以对他来说，在这种背景下，其实有一些变动，有一些意外，对他来说是好事，也就是意味着说可能会有一些消息。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而且全逆位的牌面，我在写知识星球的时候，我有句话很强调，就是已经明确确认过，他抽牌的时候没有分心，也没有情绪波动，意味着这个全逆位的情况不受他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或者不受他情绪的影响，所以这个牌它是呈现客观信息的。这个听懂的扣个一。这个部分听懂的扣个一。对，所以我每次说有时候出现全逆位的牌，有时候很糟糕的牌，我们要跟问卜者2次确认一下他刚刚有没有情绪很波动的。他没有的情况下看到这个牌的时候，我教大家怎么去理解全逆位，就是你们去看，当这4张牌都是正位的时候，牌面能量如何？你们想想，这4张牌同时正位的时候，感受一下牌面如何？牌面如何？你们觉得呢？同时正位。又有同学了，只要有高塔就不好。跟上思路，大家觉得，哎，是我有延迟吗？还是你们看不出来？又动又静。就告诉我，你们觉得都是正位还不错，会有变动，但还算稳定。焦虑、竞争大、变动大，也需要等待。对，但是整体牌面的能量好不好？
小牌都很稳。说句实话，这4张牌同时都是正位的时候，你们会给他有 offer 还是没 offer？ 我这么问你们吧，同时正位的时候给不出来。在这个背景下，如果4张牌都是有 offer， 为什么？难突破，太稳了感觉。高塔哪来的稳定啊？大牌在这儿呢，大牌是运势上面的，小牌是执行层面上的。如果4张牌全是正位，指定有 offer。对啊，它背景是只要有美国的就行了，因为按照你这个逻辑，这副牌你不可能得出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个，对不对？因为你会觉得只要高塔在就在嘛，因为有意外。是的，说句实话，如果看到高塔，我会不敢给有。对，这是你对高塔的误区，这是你对高塔的牌性最开始就有了定义。因为在你的世界里，不管这个个案是任何背景，有高塔都不好。这就是我说的，你在解牌，你没有在解案例，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我通过这个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高塔带来的结果是好的，这是因为你要看个案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当时选律师那个案例也是，个案需要的是一个就是一个突破的能量，不是4张牌整体上如果正位的话，就是小牌又是落袋为安，大牌又是能突破和动荡，对他来说是有好事的。最多就是他会有一些，就是最多就是我会给的是他用非常规的渠道得到这个消息 ，yes 不破不立，明白了吗？所以当4张牌的能量正位的时候都还不错，意味着这组牌它的能量基底是不错的。我们在讲牌的时候讲过每组牌每张牌它都有自己的能量的算是主旋律吧。所以其实这4张牌当它同时正位的时候，它的能量基底是 OK 的。这个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扣个1。不着急啊，因为这个案例很难。这组牌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吗？最怕的是它有正有逆。因为如果它有正位有逆位的话，就会有很多的矛盾或者冲突，或者是你要看谁占主导，谁压倒谁等等。如果这组牌有正有逆，比如说高塔正，然后小牌都是逆，或者是小牌有正有逆，然后高塔逆等等，这种其实是最麻烦的。这个时候是最难判断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的，因为你也不能把它当成全正位去看，全逆位你也没有办法得出它是一个非常规情况。有正有逆这组牌反而难判断，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这个部分能理解的扣个1。我这是一步一步让大家扣1。好，我为什么这就是一个方法，教大家去判断，用塔罗去判断一些是否啊等等这种 offer 性的。为什么？因为全部是我举个例子啊，高塔是正位，小牌是逆位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这种极端情况是什么情况吗？这种是不是精神能量跟执行层面上的断层？这个大家还记得吗？对，细节不好。如果高塔是逆位，小牌是正位呢？高塔是逆位，小牌是正位呢？你就要去分析谁是绝对性引导的能量，谁是那个能代表结果的能量。所以我没有说它不好，但是呢，它会更难判断，或者是更不好去给出直接的结论，能理解吗？对，这是有可能他的就是他口语 OK 等 OK，但他可能专业不够匹配，或者是这个学校的位置不够多。因为大牌如果是逆位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运势上面的问题。这个大家能理解吗？所以这组牌如果是有正有逆，反而是更难懂的。没有说它绝对不好或者好，那个时候就是要重新分析了。是的，对，反而是这组牌如果全正位或者全逆位的时候，它是更好理解的，因为全正位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全部其实整组牌面能量都不差。全逆位的时候，意味着这组牌面的能量依然是统一的，只是它处在一个非常规的情况下。那这个非常规跟这个学校给了他 offer， 但是一直没有给正式通知是契合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所有的能量都有一种憋着的感觉。但是这些牌面能量的原始基底，其实都是带有突破、向前、向好或者落地为安，就是稳定的能量，只是它都是逆位了而已。意味着这件事情还是能在非常规情况下有所推动，对他来说是好事。这个大家能理解吗？不一定。对，有正有逆，应该在大牌，关注点在大牌。我刚刚这个解读大家能理解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判断所谓的这种是否问题，或者能不能拿到 offer 的问题，当它全逆位的时候，不代表它不好。你们逆向思维去思考，就是当它是全正位的时候，其实牌面都还不差。全逆位它不代表完全相反，而是代表这件事情处在一个非常规的情况下。所以你要去分析这个非常规的因素来自于哪里，然后再去给结论，结合这个背景能不能拿到。
明白了吗？所以我当时抽完这个牌，你们去看我跟他对话，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给学校发 offer， 不是，你可以给学校发个邮件，再争取一下。我说可能学校不是不给你发，要不然就是漏了，要不然就流程没到。但是这个 offer 能给你，因为学校答应给你，但是还没给你，这件事情就符合全逆位的非常规情况。这个明白了吗？所以当时看到这个牌，第一眼我就是他肯定能拿到，因为你把这4张逆位全部当成正位去看的时候，这组牌的基底就是整体的能量是很好的，对于这个背景来说，又有突破，又有进展，又有收获。而且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背景我说的他是艺术生，高塔在艺术生里面就是脱颖而出的，你们想想是不是？高塔在艺术生里面就是脱颖而出的，所以我当时就是我往下跟他聊天的对话是，我说你的成绩应该排名都还不错，这个大家能听懂了吗？好，这个部分听懂的扣个1。就是这个同学他的口语过的基础上，他专业分都不低的。好，剩下皇后的逆位怎么判断时间，在知识星就都有写，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案例。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可以提问啊。